中国要在南海打一场电子战，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掩耳盗铃又有什么意义？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每天呢看新闻看热点话题，有的时候呢看到一些文章真是觉得又可笑又可气。22日某著名时报网站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要在南海打一场电子战，我差点就信了。我看完标题第一反应是，什么叫差点就信了？一般作者写这种标题，这个写法的意思是强调我很理性，你看我就没有上当。但是你翻过来想想看，中国就不应该在南海打一场电子战吗？战时不用说了，电子干扰、电子压制、电子对抗，战争时期呀，那是贯穿全程的。而和平时期，监听、监测、数据测量、反监听，本质上都是电子战。南海这么重要的位置，平时不注重这些基本建设，真打起来，这些岛礁怎么守得住？所以搞这种电子战相关的设施是我们必然要做的，也必须要做的。为什么不信？貌似这位作者可能真没有他想的那么理性。然后我就看了看作者的理由啊，理由呢是美国、澳大利亚一些媒体说中国主导南海地区的电子频谱战斗已经开始，卫星照片发现我们在南海、西沙等岛屿建造了一些大型天线阵列，还有卫星天线。那么这些天线呢，可以在南海争议地区的水道还有航区搜索对方飞行器和船只的信息，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而作者选择不信的理由是，美国媒体披露称，此前有一架美国飞机在飞越南海时突然失去了控制，美军怀疑是遭到了神秘攻击，在机舱里所有电子设备都出现了短暂的混乱。我们以前节目里说过，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美国媒体披露的，是我们国内一个谣言公众号编写的意淫文章骗流量用的，说我们电子战飞机3架包围了美国电子侦察机，结果美国电子侦察机瞬间失控，失去了飞行控制。只不过呢，这种骗子文章杜撰了所谓美国媒体观点，还杜撰了一个美军中校的话，实际上查无此人。而我们这个著名时报的著名作者也不是差一点就信了，而是看了国产谣言果断就信了，并且以此为依据认为国外的专业情报分析机构是什么都不懂的。紧跟着作者又拿出前一段时间著名的风力发电机基座事件说事儿，说国外的专业情报分析机构不懂常识，把中国的风力发电机基座当成洲际导弹发射井。理由是一切判断都离不开最基本的常识和常理，导弹发射井能如此整整齐齐修在一个地区吗？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还间隔距离这么小，密密麻麻，那未来岂不是对手1枚导弹就能够集中摧毁？这些都是有违常理的。天哪，到底什么才是常理呀？导弹发射井密集部署，恰好就是美国和前苏联经过研究发现的，能够最大程度提高发射井的生存能力啊。因为发射井之间保持1到3公里距离，这样对手1枚核导弹最多只能摧毁1个发射井，而且导弹爆炸之后产生的冲击波、电磁辐射反过来会形成一个屏蔽保护罩，能够保护地面上没有被摧毁的那些发射井，还会影响后续导弹攻击。这才是军事理论的常理啊！显然这个常理作者没学过，而作者认为国外专业机构没有常识，也仅仅是因为这个作者看了几个被他称为中方的报道的国内的骗流量账号，然后呢又一次果断地相信了我们自己的土产谣言。所以我们都想问一问，没有专业的技术功底，这个作者哪来的自信就敢确定这一定就是什么，这一定不是什么？其实呢我也能明白，之所以有人写这种文章，是因为这种文章写出来，而且登在这么大一个媒体上，一定有人看，一定有流量。现在呢，国内这个媒体界流行的风气是，国外说中国不行，这文章一定是丑化中国，必须要批判。如果说中国军事力量增强，这文章一定是中国威胁论，一定是抹黑中国，必须要批判。反正是不管说中国行还是说中国不行，只要说了中国，通通是不行。而这么大一个著名媒体写这篇文章，貌似是想给国外媒体补一刀，但是写文章前不做任何信息核实，道听途说，用这种情绪化态度，为了批判而批判，最后补一刀还是补给了作者自己。那么我们不禁想问一问，写这样的文章，做这样的表态，到底是为了国家战略利益，还是为了搞商业表演？好，关于国外的情报技术分析到底是不是可信，国内这个媒体这一刀补给了谁？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谈。